即将推出的 iPhone 10系列可能会在大约6个月后推出，但是该设备已经受到了未见出来的新设计、屏幕、摄像头多个传闻的影响。近期 iPhone 10系列的各种爆料层出不穷，也有很多业内人士根据一些已知的泄露消息绘制了新机的概念渲图，让我们提前一览了 iPhone 10的全新外观。根据图片显示， iPhone 10 Pro 系列今年将会带来较大的变化。首先，在屏幕上终于彻底告别了刘海屏，采用挖孔的设计，其中包括前摄挖孔和 Face ID 挖孔，两者分开放置，呈现感叹号的排列。之前这种设计被曝光的时候，很多网友都大呼不能接受，但是慢慢看的时间长了之后，有网友开始接受了这种新的设计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样都能让屏占比进一步提升，在游戏、追剧等场景下体验更好。中框依然是直角设计，不过音量键却回归了 iPhone 10时代的经典圆形按键，而上一代的远峰蓝色将继续保持，并且新增一款紫色配色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款配色是十分抢手的。后置镜头方面，图片展示的 iPhone 10 Pro 与传闻一致，摄头的凸起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整个模组下方的巨型凸起都完全抹平，整体类似三星 S22 Ultra 的设计，更加简约。至于 iPhone 10标准版方面，应该与此前变化不大，正面依然是小刘海方案，背部对角线双摄，其他方面变化基本没有。新的 5G 射频芯片将出现在 iPhone 10系列上。一直以来，每代 iPhone 的性能几乎总是碾压竞争对手的存在。A 系列处理器在移动端处于巅峰，但有一点，苹果一直没有解决 iPhone 的信号问题。新 iPhone 发布后，对信号的吐槽比比皆是。比如刚发布的 iPhone 3就因为信号差上了热搜。对于信号问题，从英特尔到高通这2年的基带，苹果早就知道了。比如 iPhone 3系列就内置了高通 X60，到时候换代，很多果粉们都翘首以盼，但现状也是众所周知。A 系列处理器似乎对第三方基带芯片天生的排斥，只好自己动手。近日，供应链最新消息，苹果有意使用其自建基带芯片，认为台积电代工，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信号问题，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对高通的需求。报道称，台积电在其先进工艺下挤压三星，获得了苹果 5G 射频芯片订单。新的 5G 射频芯片将最早出现在今年推出的新一代 iPhone 10系列中。据悉，6纳米射频工艺为 6G 赫兹以下和毫米波段的 5G 射频收发器提供显著降低的功耗和面积，同时兼顾消费者所需的性能、功能和电池寿命，也将加强对 5G 射频收发器的支持。这样一来，苹果还将增加 iPhone 10系列的电池容量，并在 iOS 系统上进一步优化。新的 iPhone 10系列，也就是说，将带来强大的续航能力与更好的网络信号。根据最新消息爆料，继取消祖传5瓦功率充电头之后，苹果终于打算取消祖传的1200万像素摄像头了。从 iPhone 6s 开始到现在的 iPhone 3系列，苹果连续7年使用1200万像素摄像头，堪称真爱的典范。据了解， iPhone 10系列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，相关配置参数和外观设计已经确定了下来。而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 iPhone 10系列将削平高凸起的摄像头，并且将主镜头1200万像素提升至4800万像素。那么苹果为什么到现在才肯放弃1200万像素？简单来说，经过长达7年的耕耘之后，苹果在摄像头方面的技术和硬件都非常成熟，1200万像素已经满足不了苹果继续发展的需求了。另一方面，用户也希望苹果能够提高像素水平，提供更强的配摄能力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只是单纯增加像素，对照片质量的提高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，尤其是在整个尺寸不变情况下，像素提高可能会导致单位像素所占的面积变小，捕获的光线变少，在低光环境中严重影响成片质量。因此也有不少人猜测，
苹果可能不会在硬件上提升摄像头像素，而是采用像素合成技术，最终生成4800像素照片以及 8K 视频。这样，即使在低光环境中，苹果也能凭借1200像素获得非常不错的成像效果。据了解，目前在安卓阵营中，像素合成技术已经十分通用，都是将相邻的小像素合成大像素，从而获得更大的进光量，提升照片清晰度。而苹果很可能会借鉴这个方法来提升自家成片质量。当然，苹果 iPhone 10系列也可能是从硬件到技术全面进行更新，最终带来一次飞跃性发展。另外，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，大多消费者在手机像素上并没有太多要求，而拍个 4K 视频、高分辨率照片还非常占手机存储空间。如果像素进一步提升至4800万，那么视频再提升至 8K， 那手机的负担将会更重一些。因此，他们认为苹果可能会将1200像素拍摄设置为默认值，而4800万像素则是一个可选项。类似拍摄视频时，可以手动点击切换 4K 高清或30帧或60帧。